经济学里面有个阿根廷之谜，在19世纪末，农牧业强国阿根廷因强劲外需 ，GDP 和人均 GDP 都是全世界第一。当时欧洲流行有一句俗语：“你富得像个阿根廷人。”后来美国崛起，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是：将来统治世界的是美国还是阿根廷？1914年一战爆发前，阿根廷仍然是世界经济前10强的国家，全世界向往和欧洲人才流入之地。但战争和随后到来的10年全球经济大萧条，以及1939年二战爆发，都造成外需减少，农牧产品滞销，阿根廷经济遭受重创，内部重重矛盾带来军事政变。1945年，贝隆上台，经济上反对资本主义，推行国家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，以高福利赢得普通人民的支持。阿根廷不仅错过二战结束后的工业化浪潮，而且经济开始一蹶不振，货币超发，外债与通胀螺旋式上升。更要命的是，贝隆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独裁，控制法院、法官，严厉打击反对派。即使贝隆被推翻，无论是军人或者文人统治，或者实施自由主义，贝隆主义总会在经济衰退后死灰复燃。1990年，贝隆党的美内姆上台，重新控制最高法院，修改宪法，去掉限制连任的条款。他的联系汇率制度失败后，阿根廷进一步陷入经济灾难。稍微了解拉美史的人对这样的描述已经耳熟能详，但大家未必知道，阿根廷的衰落激励了大批年轻人到美国学习经济学，期待找到拯救阿根廷的药方。所以国际一流大学经济系里阿根廷裔的教授特别多，他们提出了无数理论。其中一位总结说，如果一个人同时被7000颗子弹打死，你很难分清是哪一颗子弹要的命。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你们以前听过的或者能够想到的解释，基本上都认为阿根廷经济在100年前是好的。考虑阿根廷的地理环境、法律制度、欧洲后裔的比例，阿根廷没有理由衰落。几乎所有的解释都认为，阿根廷的悲惨命运来自于贝隆上台后实施的榨取型政治和经济制度。国家为什么会失败？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解释。作者指出，榨取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，其实在阿根廷19世纪末成为世界经济第一之前就形成了。农牧业被少数精英阶层控制，榨取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被周期性的外需强势所掩盖。这种榨取型制度带来的经济增长，既不带来创造性破坏，也不带来创新。被压榨的劳动力缺乏激励，经济增长无法持续。阿根廷的法律制度貌似大陆法和英美法的混合，并更接近后者。表面上法律至上，但实质上无论左右政府都控制法官。虽有民主和法治的外观，但实质上是专制和榨取。这种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，使得贝隆主义随时死灰复燃。这才是阿根廷命运多舛的深层逻辑。仔细想一想，为什么整个世界富国少，穷国多？穷国很难变富，富国也可能退化成穷国，因为人类历史充满了榨取型制度，而包容性制度只能在偶然条件下建立。有经济学家采取反事实分析法，发现如果阿根廷采取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，即使产业单一，仍然可以发展成像新西兰一样的富国。现在大家就明白为什么米莱呼吁要彻底告别集体主义，重回自由主义，为什么要采取休克疗法，砸烂阿根廷现有的制度，重新开始。同时也会理解他将会遇到巨大的障碍。社会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，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。米莱说，阿根廷的成功转型需要35年，这很可能是参考了波兰、匈牙利、保加利亚、捷克、斯洛伐克等国从1989年开始休克疗法，直到2010年才分别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，前后也经历了20多年。这些国家现在人均收入3.5到4万美元，正是中国希望在2035年人均 GDP 追赶的目标。前路漫漫，无论大家喜欢不喜欢米莱，我们还是应该期待他和他的继承人可以坚定地走下去。期待大家的关注与转发，特别是在留言区写下你对米莱改革的看法。
我是夏春，我建议关心中国经济的朋友们都重新拿起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这本书，细心阅读，让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前路光明。